这个大白胖子也是超级英雄，起初他被主人嫌弃的要命，塞装备费劲，戴头套弹开，总之就是各种虚胖。可他最后愣是靠着暖男形象风靡了全球。这事儿还要从一个不良少年说起。男孩14岁就已经是老赌徒，他假装一脸无知，拿自己做的简易机器人去挑战赌庄的100万钢蛋儿，不出意外，一个正面就被打稀碎。他假装不服气，举着一大卷 money 当赌注，大佬看他上杆子送钱，也跟着放松警惕，砸下重注。结果这一局真正的虐杀就开始了，消合机瞬间切换战斗模式，几下就将钢蛋的胳膊腿给卸了，脑袋也被薅了下来。那不对呀，你在欺骗我呀！大佬恼羞成怒，玩命的想弄死他，搞得他们没完没了的进局子。他智商280，却整天不务正业，哥哥气得总想踹死他，没招了，只能将他带到自己大学的实验室。这里有人在研究磁悬浮自行车、等离子设备、大粉球，反正各种高精端眼花缭乱。唯有哥哥的成果不咋地，竟然是一个笨拙的大白胖子，功能也比较无聊，就是家庭医生，时刻监控你的健康。可即使这样，也让男孩彻底大开眼界。他突然就觉得赌机器人不香了，但是要想进入这里，必须要有高端的个人发明。于是他闷起头鼓捣了1个月，搞出了成千上万只磁力微型机器人。他用脑机控制器展示它们不同的组合，它可以瞬间变成建筑、交通运输，甚至更多的可能性。人们瞬间全被吸引过来，一个顶尖的科学界大佬当场就要买下他的专利，但男孩拒绝了，他只是想去哥哥的实验室而已。可他们刚出去没多久，会展中心就着起了大火，哥哥冲进去救教授，遗憾的是2个人全都烧死在里面。一时间哥哥没了，心心念念的实验室也没了，男孩就这样一蹶不振。这天他不小心被机器人砸到脚，龇牙咧嘴的惨叫。突然墙角升起一只大白胖子，正是哥哥生前做的家庭医生。他费劲的从角落挪出来，屁股太大，把书都刮掉了。大白想要给男孩看看脚，男孩表示拒绝，大白就扫描他，说他心里有病。男孩嫌他烦，拼命的按他脑袋，想把大白塞回去。这时他突然看到床底的衣服在动，竟然还剩了一颗微型机器人，可明明其他的都在会展中心烧毁了，为什么还会出现感应呢？男孩虽然纳闷，但也没太在意，但大白却发现他好像想去什么地方。等男孩反应过来，大白已经捧着小颗粒走到了大街上，他赶紧跑出去追了整整8条杆，大白才在一个仓库门口停下来。小颗粒显得更加活跃，男孩终于察觉到异常，于是他踩着大白的脑袋爬进仓库。大白太胖，只能放点气儿才勉强进来。男孩惊讶地发现这里有人在批量生产他的小颗粒，下一瞬间一个戴面具的男人就操纵所有颗粒朝他们扑过来，男孩只能拽着大白先逃再说。这么说吧，这个胖子是一点战斗力都无啊。唯独掉下去的瞬间，大白发挥本能地抱住男孩，2人这才惊险地逃出来。他们马不停蹄来到了派出所，男孩一边报案，大白一边借用他们的胶带补他身上破的洞。还没等补完洞呢，他又没电了。男孩只好先把大白弄回家，扶他站到充电桩上，这才结束了惊险的一天。他再次陷入 emo， 如果哥哥还在，他就不会这么无助。一转身，他就发现大白正在百度给他寻找治疗心理伤痛的方案，然后就是一个大大的熊抱。男孩果然心情好多了，可他同时也想到一个可怕的问题，看来哥哥的死并非意外，而是有人想得到自己的微型机器人，才故意放火烧掉了会展中心。他决定查明真相，但是首先要改造一下大白。他找到武术宗师的视频，将所有动作录入到大白的系统，然后再给打造一套帅呆了战甲。成果展示，大白果然变成了战斗白。这次他们又来到那个仓库附近，可刚想行动，哥哥的同学们就出现了。原来是大白联系他们，为了开导男孩，帮他走出失去哥哥的阴影。结果下一秒又被面具男发现了，他操纵集装箱直接砸下来，还好被大白徒手接住，众人只能再次逃跑。但男人穷追不舍，操纵小颗粒将他们包围。男孩加大油门冲出去，来不及刹车，几人瞬间冲入大海中。又失败了，几人冻成了落水狗。大白检测到男孩体温太低，就把自己变成了大号暖宝宝。但男孩满脑子都是找到面具男，他开始新一轮的科技爆炸，为朋友们升级装备，尤其是大白又换新衣服了，不过穿起来有点费劲。这个肚子啊，像不像此时摆烂的你？好不容易穿上了，超帅呀！后面还带俩小翅膀。男孩骑上大白一瞬间，他们冲天而起，几乎飞越了整个城市。他的心情明显舒展了很多。就在他们在空中看夕阳时，大白突然指着一座小岛，
扫描到面具男就藏在那里。众人坐着大白赶过去，发现这里是个破败的实验室，监控上还保留了几年前的视频。面具男再次出现，小队众人发挥新装备威力，想要打下他的面具，但是男孩微型机器人太过霸道，几人合力都没有讨到好处。男孩骑着大白从高空出现，趁其不备将他打倒，但是那人一回身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人竟然不是那个贪婪的科技大佬，而是哥哥的实验室教授。男孩一瞬间怒了，哥哥就是为了救他才死去的，可他却在火灾中用机器人保护了自己。男孩向大白发出杀敌指令，但大白底子是个家庭医生啊，不能伤害人类。男孩直接扔掉哥哥设定的芯片，大白瞬间红眼，对教授发起攻击，但朋友们不停在一旁劝阻，教授还是跑掉了。可此时的男孩已经被仇恨蒙蔽双眼，他疯了一样更改大白的设定，想要他去杀人。大白依旧温和地开导他。哥哥的画面出现在屏幕，男孩终于平静下来。他们再次决定用正确的方法抓住教授。从监控上看，原来是科技大佬研究空间隧道，还没等技术成熟就派人穿越，结果造成重大事故，飞行员迷失在空间隧道中。而这个人正是教授的女儿，她一定是为了报复大佬才做的这一切。果然，在科技大佬的发布会上，教授再次驾驭微型机器人出现了，他直接将大佬抓住，并且将损毁的空间穿越零件拼凑，他又将大佬也放逐进未知空间。男孩众人及时赶到，但是教授已经失去理智，空间隧道疯狂吞噬附近的所有物体。众人抓紧一切时间对抗微型机器人，男孩和大白不断躲避攻击，飞到时空隧道门口，终于将教授的全部机器人耗尽。但大白没再攻击教授，而是直接摧毁面具控制器，让教授彻底失去战斗能力。可时空隧道坠落后并没有停止运转，如果不关掉它，它将吞噬掉一切。当所有人准备逃跑时，大白却停下了，他的传感器在隧道中探测到了女性生命的迹象。难道教授的女儿还活着？男孩一听，决定冒险去解救女人。他们直接飞入空间隧道，这里面瑰丽绚烂，各种被吸入的物体错综复杂。终于，他们发现了飞行员的位置。大白打开推动器，将他们推出隧道。眼看就要到达出口，突然一块巨石砸过来，大白本能的将男孩护住，自己则失去动力，无法运转。大白将仅剩的护甲手套抵住飞行器。Ar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care? Please, no. I can't lose you two. Hero,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. 男孩被弹出的瞬间，空间隧道也碎了，所有人都很好，只有大白消失了。生活再次恢复平静。这一次，男孩有朋友们陪伴，他早就走出阴影。当他打开大白留下的手套时，发现被他扔掉的芯片被大白攥的手心。太好了，他还在。帅气的暖男又回来了。